Hello，大家好。本期视频主要讲一下 Appium 做安卓自动化测试时一些比较实用的设置项，主要是讲一下跟元素相关的一些设置项。要设置这些设置项，可以在测试绘画开始时就设置，也可以在测试过程中多次修改。来看一下需要用到的 API。如果是在绘画开始时设置，通过 Options 的这一个方法去设置，注意一下这里的写法，可以一次设置一项，也可以一次设置多项。这个写法是从 2.1 的版本开始支持的。如果是测试过程中更新设置项的话，就用 Driver 的这个 Update Settings 这个方法。参数是一个字典，这里的话也是可以同时更新多项的，就是相应的键值对。这个方法已经代表它是更新设置项了，就直接是设置项的名称就可以了。来看一下 UI Automator 2的文档，这里的话呢，就是有很多的设置项，大家可以自己浏览一下。我主要说一些跟元素相关的设置项。这个设置项就是指发出一个动作指令之后，比如说像点击或者是输入文本，就是确认这一个动作已经执行的超时时间，默认是3000毫秒，也就是3秒钟。如果是在性能比较差的手机上，它执行起来可能会比较慢，就需要把这一个设置项相应的调大，避免执行动作超时导致失败。然后这个设置项的话，是在生成元素的 XML 数时，包含不可见的元素。这个不可见的话，一般指的就是这个 display 的这个属性值为 false 的这么一些元素。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元素你明明看到它在界面上，但是你查找的时候就是找不到，那你可以去考虑一下是不是这个它的这个 display 的这个属性是 false， 就是导致你查找不到。这种时候就可以设置这一个设置项为 true， 那就是包含不可见的元素了。然后这个是忽略不重要的元素，默认就是不忽略。那如果设置为 true 的话呢，就是它返回的这个元素的 XML 数相对数据会少一些，可以提高查找的速度，但是也是需要谨慎使用。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你需要的元素会被它忽略掉。这个的话就是启用多窗口，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设置项。像有一些应用它本身就是有多个窗口的，但是默认情况下它是 XML 数它是只显示一个主窗口的，那你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元素找不到，或者是一些系统级的弹窗，也需要把这一项设置为 true， 才能在这个 XML 数里面找到。然后这一项的话，我感觉不是特别重要吧，它就是启用通知监听器。说不重要呢，是因为它默认情况下就是开启的，也就是会去监听，所以影响不是很大。这里要注意一下，这里说的这个通知监听，这个通知并不是我们平时指的那种消息通知，而是 toast 提示，就是短暂显示之后就会消失的那种提示。
当这个提示出现的时候，会自动把新出现的这个提示包含在元素的 XML 数中，不过它最多就只保留3500毫秒，也就是3.5秒。这一个设置项是设置等待空闲状态的超时时间，就是如果某一些界面长时间没有进入空闲状态，它就会导致这个元素的操作长时间延迟。这时候你就可以调小这一个超时的时间，它达到这个超时的时间之后，它就会开始去查找这个目标元素了，可以避免长时间的等待。就是有的时候你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，就是你肉眼看见的这个界面元素已经加载完了，但是它其实并没有开始去查找元素，所以你就会以为是这个元素我已经看到了，但是它为什么没有找到？其实它不是没有找到，而是它还没有到查找元素这一个阶段。就是应对这种情况，就可以调整一下这一个数值，然后可以加快测试的速度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设置 XML 数的最大层级，它默认的这个层级的话就是70，然后你可以设置的范围是1到500。像这个设置项呢，就是有的时候如果你这个应用比较复杂，然后就是界面元素特别多，然后它的这个层级特别深，像有一些目标元素如果是超过70层的话，你不去设置这个设置项，它就找不到了，因为它就不会包含在这个元素的这个 XML 数里面。像这种情况的话，就是可以把这一个数值临时调大，然后找到目标元素之后，可以再把它改回去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，如果你的应用是比较简单，层级比较少的话，也可以把这一个值调小一些，也可以提高速度。好，现在用这个 Appium Inspector 来演示一下一些设置项，还是以我之前的安卓 Demo APP 为例。我先启动一下 Appium 的服务，看一下这个包含不可见的元素这个设置项。我就在这里边去查找一下，就像刚刚所说的一样，就是这个如果它有包含不可见的元素的话，那它的这个 display 的这个属性应该是等于 false， 也就是这个元素是不可见的。我可以看到这里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元素，就像刚刚这里说的一样，可以在绘画开始时设置，就是用类似于这样子的写法。那现在去填一下这一个设置项，把它写在 capabilities 里面。就是允许不可见的元素。OK， 现在我再来查找一下。好，这里
可以看到找到了2个元素，说明这个设置项它确实是生效了的。你看我点击这里的时候，它这里相应的区域是有高亮的，只是现在有一个遮罩挡住了，不是很明显而已。OK， 看一下这个忽略不重要的元素。那我现在是没有忽略的啊。先把这个还原一下。如果没有忽略掉不重要的元素，现在来找一下这个跟节点下匹配的所有元素，是9个。OK， 然后现在再来设置忽略这个不重要的元素。忽略不重要的元素啊，这个设置项。刚才找到的这个跟节点下的元素是19个，现在来看一下有多少个。看数量就减少了很多，就只有9个了。这里点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高亮的就是相应的元素。OK， 然后这个启用多窗口，先还原一下。启用多窗口的话，我这里，比如说我有一个输入框，我长按，它弹出了一个这个浮窗。其实这一个弹窗的话，它是系统级的弹窗，你可以刷新这个界面看一下啊。把这个根节点收起来，可以看到是只有一个根节点的。一般这种情况下，就是说明目前它就是只显示了一个窗口，就是这个 XML 数只获取了一个窗口的内容。那我现在来改变一下。启用多窗口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这里就有很多个窗口了。看一下这里高亮的地方啊，这第一个是系统的导航栏，第二个是系统的状态栏，在这里。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一个系统级的这一个弹窗。就是假如我要找到这一项，并且点击它，那么就是默认情况下你没有启用多窗口的话，它是不包含在里面，你是没有办法找到它的。OK， 这个就是启用多窗口。看一下这个吧，就是 XML 数的最大层级是70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随便展开一个看一下。
就它有很多层嘛，这个元素。当然这里是远远不够70的啊，我只是为了演示一下这个效果。你看它这里有很多层，数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至少是有10层的，对吧？那我现在给它改一下，改成只有5层。好，就是这个 XML 数，这会应该是就是最多的层级就只有5层，来验证一下。你看，1、2、3、4、5，对吧？就只有5层，就没有，就是更深的层次，它就不会给你返回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OK， 现在来看一些实例代码。这个也是以刚才的安卓 demo APP 为例。就这一个啊。这里的写法的话，就是在绘画开始的时候就设置了，那就是在这一整个绘画的过程当中，它都会生效。当然中途也可以改变，也不是说在这里设置之后后面就不能改变啊，随时都可以改的。但这个我就不演示了，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。因为一般更常用的场景是在测试的过程当中，在需要的地方去设置相应的设置项。那我现在这一个示例的话，就是启用多窗口。这个示例的话，就是跟刚刚演示的差不多，就是这个输入框，找到这个输入框，然后去执行一个长按的操作。长按之后，它会弹出一个系统级的浮窗，所以我就是在前面这里就已经设置好说要启用多窗口，这样子的话，这一个浮窗弹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找到它了，找到这个 paste， 也就是粘贴，然后去点击一下它，然后最后我再去清空输入框，就是这么一个示例。我这里粘贴完之后，马上又清空了。那加一个延时吧。粘贴，然后再清空输入框。OK， 测试通过。这个就是启用多窗口的示例。这里的话就是刚刚说的忽略不重要的元素。那这个示例的话，我也就是像刚刚手动演示的那样子，去找到这个根节点下的所有元素，打印一下它的数量，然后再去修改这个设置项，然后再打印一下这个数量，对比一下这个数量有什么区别。OK， 这里可以看到，就是我没有忽略之前它有19个，忽略之后就只剩9个。这个的话也是类似的，就是允许不可见的元素。我在设置之前，我先查找一下这个不可见的元素，看能不能找到，打印一下它的数量，然
后设置之后，我再去打印一下它的这个数量。其实这些方法呢，都是主要是用来应对，就有的时候你看到了元素，但是却查找不到的情况，你就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些设置项。而且这个也执行一下吧。看一下这里的输出，在设置之前找到0个，设置之后找到2个。好，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像这里其实它还有很多的设置项，有一些的话我也不是很好找到一些合适的例子，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，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好，那安卓系列的应该还有一期视频，然后就要告一段落了，然后就打算开始讲 iOS 自动化的内容。如果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关注一下。那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